从温哥华启程，我们拖着清风房车，沿着美洲大陆的脊梁一路向南，把整个冬天甩在身后。7000公里，16个夜晚。当北方仍在冰冷中沉睡，我们已享受到了佛罗里达的阳光。这里阳光更亮，空气更清，海风更柔，是把冬天过成夏天的地方，也是我们接下来几十天的家。坦帕、奥兰多、迈阿密、Key West。如果你也想知道跨越7000公里之后，远方会为远行的人亮起怎样的光，别走开，真正的旅程现在才开始。终于到达了南佛州的坦帕。看看我们在哪里啦？碧海蓝天白沙，蓝天白沙，哇，有些白沙我看啊，你看，像面粉一样，像面粉一样啊，就这样的白沙，哇，还亮晶晶的，像面粉一样。在很多选择的可能性下，我们选择了这儿。其实我们进入了一个深度的争议中，这个争议来源是什么呢？到底是在阳光下面，还是在背阴的地方？因为背阴的地方有点冷，阳光下面有点晒。可是阳光下面真的蛮晒的，对，我觉得我可能扛不动的这个晒，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走中间路线。我们要待在佛州2个多月，回去我怕人家都认不出我了。我觉得首先中招的应该是手。你看这些老人家，他们就专门就是穿的比较少，然后面对着太阳。对呀，就是他们所有椅子，你看都是面对着太阳，就尽可能的晒的，就是怕晒的人是比较少的。我们亚洲人，我们是亚洲人。然后还有一个争论就是，我们到底搭个帐篷还是弄一块毯子？我要搭帐篷，然后 Kevin 威胁我，他说他不搭。那你说搭帐篷是不是就得在太阳里面？对啊，在太阳里面。可是人家在太阳里面，这些人都是为了晒太阳。那么多阳伞和棚，你看到吗？然后我说，在这阴凉的地方不是蛮好的吗？然后我们就相中了这个地方。然后刚开始初级阶段还有一个小争论，我们到底要坐在桌子上？你看这有很多桌子。我不要桌子。他说不要坐在桌，他要铺毯子在地下。那好，这个我们顺利的达成了共识。今天是我们到坦帕的第3天，也是我们旅行的第19天。昨天呢补给了一下，然后呢Kevin补了好几觉啊，白天补，早晨补，晚上补。确实有一点点累啊。对，这肯定是累了。房车旅行呢，补给特别的频繁，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的冰箱不可能跟家里一样大。对，房车上就是冰箱，我们已经算是大的了。对对，我们已经实现就是冷藏和冷冻分开了。是的。作为我们这个型号的拖挂房车呢，或者是清空房车呢，大多数还都是一体式，就像酒店里的冰箱，就是冷冻间在冷藏的一格里面。昨天非常豪迈的补给了啊，其中 Kevin 最豪迈，买了整整1箱的啤酒。这下就是他就是毫无顾忌啊，没错。然后我们发现佛州啊，它和 BC 又很不一样啊，玻璃瓶的啤酒、易拉罐的啤酒，它居然都不收费。塑料瓶也是。都不收费，反正你爱反正就当垃圾扔掉。税呢也是比较低的，是7%的税。整个 Costco 买了100多块钱就交了2块钱税。对，就你那啤酒的税其他都没交税。对，7%的税，虽然说比夏威夷高一点，但是比 BC 是要低多了。一眼望去啊，你能感觉到就是好像全世界的老人家都在这里。全世界有想法、有能力的老人都在这里。而且我们这片海滩还是相对安静一点的，就并不是主流的沙滩那这片海滩特点它就是白沙。对对，而且细沙。第一脚呢来到这个海滩呢，主要原因是离我们的营地稍微近一些。对。那像什么清水市啊，然后圣彼得斯伯格啊这种，就我们回头还会去呢。就他们那些可能是更为主流一些的沙滩。对，但我觉得这已经这个空间正好这感觉正好。我觉得这个维生素 D 啊，在佛罗里达肯定是卖不掉的。
他们肯定不缺的。你都不用去海边啊，到处都是维生素 D。对，而且他们的这个阳光啊，特别的明亮，但是又不刺眼啊，也是因为现在季节好。实话讲呢，我们也稍稍有点突兀，因为我们呢是为数不多的不在阳光里。后边这老头老太太都躺在阳光里边晒，其实我们这穿着这样的多的衣服啊，走一圈都觉得晒得慌。对，他们都光着。我们的体质就是不能晒的，因为我们毕竟要待2个月嘞，对，待2个月我们要珍惜一下。但我相信他们也是会待很久的，就是，对，就中国人传统旅游出去5晚6天啊，7晚8天啊，你怎么会掏出1整天的时间在这里躺平，什么也不干？没错，这也是房车生活带给我们的对对，如果你还在想着一天住宿成本的话，你是不可能在这儿安心躺着1天的。没错，你肯定得拍点什么，干点什么，对，看点什么，要去人知道的地方对我这一天花这么多钱，我不拍他个9宫图，是不是对不起这个1天的时间和成本啊？如果在这儿躺着的这些人啊，他首先得突破一关，就是不能考虑时间和住宿成本，必须突破这个。那我觉得这个旅居的意义就在这儿了，把你的生命啊，就是拉长。没错，今年说佛州的这个房子也是卖的人很多，在我们那个营地里也有好多这种小房子。对，我们营地的房子应该是佛州里面算是比较一居室，像一户建，价格比较低的了啊。就这种房子都是什么人来接手？首先是肯定是得老年人来接手，是的，就是老年人他才能腾出这时间，他才有这时间，并且有这闲钱能享受这东西。我们其实也非常推崇这种旅居的生活啊。对，我们本身我们自己也比较，计划将来啊。Melody 特别喜欢看全世界各种房子，都卖多少钱呀，租多少钱呀？对，对外国人都什么政策呀？也是启发一下自己未来人生的很多可能性。如果你不去尝试，你不去了解，你根本就不知道啊，别人是这样活的，他们是那么活着呢。因为很多人是这样，把自己啊，就是人均预期寿命啊，可能误导了很多人啊。比如说76岁啊，82岁啊，没错，有很多人都认为好像那还有好多年呢啊。对呀，其实不是的。其实我觉得过了70岁之后啊，很多人其实就是带病生存着。对啊，你还得定期去有一些医疗需求，他不允许你在外边潇洒，甭管是金钱、时间，甚至是情绪上都不允许让你放松下来。我还是一直这么认为，你不能这么算，你60岁退休到80岁还有20年啊，不是这么算的啊。是，有可能你60岁退休，留给你的黄金时间不到10年，有可能最后10年啊都是躺在病床上的。对，所以我说是带病生存嘛。而且你躺在病床上，还不意味着我说的那种，比如说痛苦的躺在病床上，还有可能某个阶段是痛苦的躺在病床上。对，它是有个过程。如果大部分人都是一个衰老，是一个过程。所以啊，就是你要是去医院，你看，哎呀，生这病的人这么多，你就去那个，反正很多地方你都会感慨，其实只是你身边的人没有发生这些事儿，不意味着大家都安安全全、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活到83，这是不现实的。我的第一个计划先到70岁对，我先规划到70岁的生活。我们俩分享这个呢，大家也不要喷我们啊，就是说每个人的思维方式不一样啊，有可能你有需要生病的家人，或者有年幼的孩子都需要照顾。对啊。只是我们呢，就是说，就是不要被人均预期寿命给误导了，没错，认为人生还有很长很长时间，不是这样的啊。是的，60岁退休，65岁退休，因为大部分国家都是65岁开始算老年人，那我们呢现在还只能算是中年人。但是我还是这么认为，就是说，你的退休之后的黄金时间其实是没有多少年的，不能被他的预期寿命给套住了。还有呢，这老外他这个，你别看同样我65啊。你年轻的时候可能40岁，中国人、华人显得还年轻一些，老外可能显老一些，他们笑容多一些，皱纹多一些，对吧？然后不太注重去防晒呀，或者皮肤上雀斑多一些，保养一些。但是你真到70岁，你发现他们能干的事儿，可比亚洲人能干的事儿多得多。哎呀，其实你自己什么样啊，外表可能只是一个方面啊，脸上的斑啊，脸上的皱纹啊，皮肤的白皙啊。但是拿出体检报告来，你自己知道自己是什么样，血脂怎么样，血糖怎么样，干的事儿也不一样。你别看
对吧？你看起来比人家年轻，但是你干的事儿未必能比人家能干。那这些老头老太太都70多了甚至80，还能开着房车到处走啊！看起来比人家年轻，都是美颜啊！你把美颜给关掉，啊，这个一切就是看起来啊是假的，对，是假的。能不能做这些事儿啊？对，能不能跟别人做的事儿不一样？我相信你也没有这个自信，到70岁能够这样7000公里开过来，坚决没有。对，我跟你说，很多事儿啊，你趁早能干就干，你这次干完之后，你下次不一定能不能干。对，是的。我经常跟 Melody 说一件事儿，就是爬山。他说：“哎呀，这山爬不动，回头再说吧。”我说：“如果你今天爬不动的山，日后你肯定不会再爬得动。”所以就是 Kevin 带着我咬咬牙爬了很多山啊。我说你爬不了，今天爬不了，回头就永远有可能就爬不了。有好多山，我觉得我都不可能再去第二次，就永远爬不了，对，这辈子就爬不了了。对的，它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在坦帕的海边，随便和大家聊聊天啊，我们自己也是感慨一下人生。希望大家在大家喝咖啡的时候，很多人啊，这样空闲、这样闲余的时候，看到一些东西，也会自己感慨一下。希望和我们同龄的人、同境遇的人有同样的感受。激动人心的时刻，我们要算账看看我们从温哥华呀拖着房车一路南下到佛罗里达需要怎样的费用啊？对，到佛罗里达的坦帕。那么我先来说一下营地吧。营地呢，之前看过我们视频的应该知道啊，我们是就是美国 Southern Trails 的营地的终身会员。购买这个终身会员，我们也花了几千块钱，对，花了几千美刀。额外呢，每年要付它的年费。对，那么这 Southern Trails 年费呢是761块2毛7，这个实际上因为每年它都在变化，对，它每年会涨一点点。然后呢，光这 Southern Trails 肯定是不够的。那么 Southern Trails 啊，它还有一个延伸版。那么这延伸版叫做 Trail Collections。那么这个 Trail Collection 呢，又增加了很多个可以预定的营地，但是呢也要额外付一个会员。那这个会员费呢是475一年，它也是每年涨的。没错。就这2年我看都涨了100多但是住起来肯定是划算的啊。对，按照我们预定的情况。然后这个 TT 每年还有一个维护费。对，65块钱。对反正这些钱呢是按年算的，不是按我们这16天算的。但是我们要先说一下，那么到时候我们再统计后面我们住在佛州2个多月的时间，包括我们从北边绕着美国再回温哥华的路程呢，我们还会提到还会提到这个费用。那么但是不能完全算在来程的费用里啊。那么额外呢，光这个 Southern Trails 是不够的，我们额外呢还需要一些额外的补充。我们主要的补充就是订 KOA。那么 KOA 这次呢，我们是住了4晚。对，4晚的总费用多少钱呀？是266块美金。266，对吧？5晚，不是4晚。266。对，是4晚的 KOA。4晚 KOA 加1晚的。还有一天 KOA 也没有了，那荒的地方，我们订了一个就是
Melody 说的新龙门客栈。对。但是那个它有 Good Sam 的一个小折扣，对，有个9折吧，反正一共除了 Southern Trails 和它这个延伸版之外，我们订了5晚，一共花了266块钱。对，这是我们营地的钱啊。那么接下来我们说一下路程的其他费用，就是因为我们来程一共是16晚啊，我们第17天到达的那个佛州坦帕。对，那么然后这个16晚里面。就是5晚是另行购买的，就是说1晚1晚订的，还有11晚是跟 Southern Trails 有关的，对，是个年费里的，没有额外花钱，好，那么然后我们算一下就是车的费用吧，对，吃住行吧，车的费用是这样，我们一共7000公里，对，我看了一下就是油表，平均油耗是17.4，哦，这油耗很好了啊，还可以吧。可能因为是来南方吧，没有那么多山。对，反正一共是17.4的平均油耗。花了多少油费呀？956每刀。956，每刀。一共花了956每刀。对。然后就是所有的油费的费用，就从温哥华到了佛罗里达的坦帕，对，所有的总共里程呢7000，1公里都不多，1公里都不少。进营地的时候正好从6999跳到7000。当然这7000公里里面将近有400多400-500公里是没有拉着房车的，对，是我们自己在周边游览，比如说像在那个圣荷西附近啊，在那个休斯顿附近啊，或在棕榈泉附近啊，有这个几晚，因为我们逗留了2晚3晚，平时还要去超市采购也是需要的。对，大概是拉着房车的公里大概是6500公里。对，我们单独皮卡的公里大概是500公里，这样加在一起是7000公里。7000公里的情况下，我们一共加油用的费用是956每刀。还有额外的一个小的费用，换了机油，做了保养。没错，我们在休斯顿换了机油，然后机油是花了142，对，143吧，143每刀，143。当然，这些数字是基于我们是福特150，拉着23尺的轻风，对，所以说是这些数字供观众们参考。对，那么其他的日用开销呢，包括吃啊什么的，我们这次没想单独列出来。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我们自己在家也要吃饭的。对，你不能完全算在旅途里，不能完全算在旅行里边。没错。而且我们旅行大多数时候，既然开了房车，我们主要都在房车里吃。没错，而且我们对吃呢，就是也不是特别将就，然后路上对我们是这样，保证质量。但是呢，就是减少其他的服务，就是我们自己来做，对，就是不去餐厅吃比如说可以买一点预制菜呀，可以自己准备一点什么东西啊。根据那个就是要不要起早啊，要不要是的，时间上 Melody 来调节。所以就是在吃上面就是丰俭由己，所以呢，我们这个数字呢也不构成参考。大家呢可能可以每个人的数字可以相差很多。没错。所以呢，我们最主要拿出来分享呢，还是营地的费用，没错，还有就是油费。我也想看看到底托儿这车呀，从温哥华到佛罗里达需要多少钱？因为有些人比较感兴趣，哎呀，我飞过去多少钱啊？对。但是这样就是我们。因为住的时间长的话，飞过来你就不划算了。因为你在当地得有车，得有住的地方。对。那这些营地的费用，那我们这5晚可能也就够1天的酒店钱，266嘛。其实来的路上也是风景嘛，更重要的是来的路上是一种经历。对，而且你时时刻刻还要开这个车。那这个时候你要来这儿再租一个车，再租一个酒店或民宿。那显然就是不是一个特别划算的事情。对，而且佛罗里达，我今天到坦帕是第3晚啊，进佛州已经是第4天了啊。我们先到的是北佛州，然后来到了南佛州。我感觉是这样，白天的温度呢非常好，大概20多度啊。我也没想到，不冷不热。但是呢，我和 Kevin 总结出来，如果白天你感觉到不冷不热，晚上你肯定会觉得冷。晚上我房车里呢，现在的室外温度6度7度啊，过几天10度左右啊，10度左右。但即便10度左右，你也得盖被子呀。对，当然被子的，我们还盖的那个冬天的被子。因为我们如果在温哥华家里，
反正我睡觉是不盖被子的。对，因为家里是恒温的嘛。家里因为我们是地暖，就是永远一个温度，它就不用盖被子。因为房车呢是睡下去的时候一个温度，然后半夜里是一个温度，这是我觉得早晨醒来又是一个温度。我对于睡眠最大适应的一个要调整的地方啊，对，就是它这个温度啊，它从你睡下的时候和早起的时候完全不是一温度，它是有变化的。如果你盖同样的被子，穿同样的衣服，显然刚开始是热的，后边是冷的。对对。因为我们家里地暖的温度我是这样调的，头半宿是稍微低1度的，后半宿是稍微高1度的。人体的对于那个温度的需求它是有变化的，后半夜肯定是需要更温暖的。那可是房车恰恰反着呢，后半夜它外边的气温随着冷了之后啊，这个车里边的温度也会下来。对，是的，所以说房车里最冷呢就是早晨，就是这是一个3、4点开始，就是比较冷的时候。是啊，当然这个一切都在我们的预期之内。我们带了厚薄的2套被子，我们也带了厚薄的2套床单。适应能力比我强，我这一晚上要折腾一回，就是换被子，就是睡下的时候先用盖薄被子，然后半夜再用厚被子。我就是这调整能力就不是特别强。我们俩也在说啊，等到什么时候我们看一个几号左右，或者我们到达佛州多少天之后，晚上再可以从厚被子换成薄被子啊。但是我想，那白天是不是就会热了啊？白天估计是啊。对。所以说你想享受白天的这种特别舒服，甚至于我在树荫下面，现在我感觉还有点稍微有点小凉。我穿了长袖啊。你出门的时候刚准备换成短袖的啊，然后你一旦到阳光里面，短袖你都觉得稍微晒一些，热一些。因为我们不是怕晒黑了，是怕晒伤了。所以我们这2个月呢，停留在佛州呢，再也不是就是纯粹的就是赶路和旅行的节奏，我们将是一种生活的节奏。宋一，你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好，今天我们是到坦帕的第3天，我们旅行的第19天，先和大家聊到这儿。谢谢。哎呦，看大海啦，怎么样啊？和爸爸一起看大海是吧？哎呀，再看看妈妈。哎呀，准备回营地了。Kevin 在收拾了，看我们小狗，我们小宋一。哎呀。我们来加气，这是第1次在佛州加气，多少钱也不知道。什么都是用加仑的，即便是加这个 propane。然后有次我在加拿大发现，哎，怎么才2块钱啊？后来发现啊，那是升，人家这边3块钱、4块钱是加仑的。哦，这和油和气都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还是美国便宜，就是这 propane 应该是美国便宜。看点狗。欧洲的这个 propane 显然就是比较贵，这可能都是要比加拿大还贵。对。如果在俄勒冈啊、加州啊，我们通常1加仑是3块钱左右，或者3块多一点。但是这个它按半加仑3块钱算的，所以加一块是47块9毛9。这个如果要是在加州或者俄勒冈啊、华盛顿啊，基本上就是2字头的。
对呀，我记得我们好像沿途看到都是3块9毛9一加仑，对吧？所以啊，估计佛州这地儿也没有人用这东西。首先一点，取暖他们都不用，加这玩意儿的都是外地人，主要是开房车的。